我們的文法課，然後第一堂課我們早上呢會大概15到20分鐘，我們會先講一下我們的文法的這個課程的一個前置介紹哈。那我是今天的授課老師，我叫張吉娜。那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就是我從事美業大概15年左右，那我擔任過無數次的什麼大大小小的比賽評審，或者是評審長等等類之類的都很多。那每年呢，我也會帶蠻多學生去參加比賽，這樣哈。那這邊是我的有一些是我的一些特殊證照，就是像是國際證照，每一個證照我寫在上面的話，基本上都是非常努力認真，而且花很多錢到国外去進修得到的，我才有寫上去。那如果只是很簡單的那种一些課程的3、5萬的那些，我就都沒有寫上去了啊。好，那我的专業科目呢是紋繡、美睫、除毛這3個科目。那紋繡的科目裡面呢，有分成紋髮、紋唇、紋眉等等類的。那紋眉又有分成是，例如說現代一點的做法，霧眉或者是飄眉等等類的。那或者是眼線，好，這些都是屬於紋繡科別裡面的一些項目。我們透過儀器把色料注入到我們的皮膚，去改变我们的膚色的这些東西都叫紋繡課程。那這些課程有分在不同的部位，就是不同的一些，例如說紋眉啊、霧眉、飄眉，用不同的手法哈。然後這個紋唇、紋髮等等類的啊，紋髮其實也有蠻多種做法的哈。待會我們會一一跟同學做介紹。那什麼是 SMP 紋髮哈？基本上呢，只要是使用“紋”這個字呢，哈，就會比較偏向是使用紋身機。例如說，你有聽過傳統的紋眉，紋眉就是使用紋身機下去做眉毛，但是它是永久性的。那你紋身也是用紋身機，就是它這一輩子不會掉下來的。那我們今天用 SMP 呢，它基本上是半永久的一個點刺的手法，它是會淡化的。它透過時間下是会淡化的哈。那我們在頭皮上呢，也就是白白的這個頭皮哈，你打開頭髮會看到我們的頭皮是白白的，不是皮膚哦，皮膚是指這邊這個是皮膚，裡面的這個頭皮它是白白的，在這個區域呢進行微微的創，然後微微的上色，這個手法哈就是我們的這個紋髮，那它會有視覺上的效果，會看起來好像頭皮如果白白的，就會看起來好像都沒有頭髮。但是如果上面是暗暗的，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FB 上面有人在賣那種黑黑的粉，然後把它塗黑，有沒有？可是它會洗掉了，我們這個是洗不掉的哈。但我們會比它再自然一點，這樣哈。好，所以大概知道我們的紋髮是什麼樣子的作用原理哈。那現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可以做類似這樣非常好看哦。因為你看白白的，它就是不好看，感覺髮量很少。那如果它變深色的話呢，它就會看起來比較有頭髮，雖然都是光頭啦哈。好，這個圖只是讓你比較好去比較了哈。基本上我們的市場其實非常的大哈。那我們在做我們的這個技術呢，它不是手術，風險非常低哈。因為跟我們可以相比的就是植髮這個手術哈。植髮它是手術的侵入式的，是要醫生才可以幫你做。那我們不是，我們沒有侵入式，所以不需要醫生哈。那我們的這個費用哈也比較低一點哈。非手術風險低，所以我們的費用比植髮還要低，是這樣子。來，價格很親民，效果也是很自然的。好，所以我們基本上客人就如果只是一點點的脫落，他會選擇用視覺的效果，讓它看起來比較不那麼明顯就 OK。那接下來就同學常常會問我的就是，那我這個是要花多少成本這樣哈？那我們創業呢，基本上你一定會有一個學費的成本啊。剛好我們這邊呢是學費有包含材料，這樣。那如果你回去之後材料用了，當然你就要再補充材料，你就有材料的成本。可是我配給你的材料应該已經可以做30-50個人，應該跑不掉的。因為其實那個色料在使用上是非常的不會很浪費的。基本上我們的色料大概我覺得30個人你應該就已經做完，應該就可以賺很多錢了。那我們的材料成本就是你收到的這些錢裡面呢，材料成本大概只占這樣而已哈。那這樣是多少呢？我覺得我不適合在我們的影片公開的說出來，因為這樣我怕會影響各位同學的以後的一些生意。大家客人就会跟你講說你那個材料這麼便宜，跟我收這麼多錢。但我們貴不是貴在材料，我們貴是貴在你會花比較大量的時間，精緻的要好好的把它做好。好，那再来場地的成本，我覺得可能就是会是我们这所有裡面会是最多的，因為場地它是每個月在支出，每個月都會付房租嘛。我們現在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場地租借，就是美容的場地租借，你可以租小時的，也可以租1天的，也可以租，例如說3到5個小時的，這些都是有的。好，所以這些我覺得大家場地成本就不用太擔心。等到你有賺到錢，你再去租一個工作室，穩定的客源之後，你再租一個工作室，這樣是不是很快就入門了？再來，我們做紋髮，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做行動的。因為我們在做紋髮的時候呢，它其實空間的這個限制沒有那麼大，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提着你的工具箱到你的客人府上，只要他可以躺好、趴好，基本上你站的比較不會那麼腰酸背痛的一些姿勢之下，其實是可以就是直接獨立操作的。
我覺得比較不一定真的需要美容床。像是除毛課就會，除毛的話就會比較有場地的限制，除毛你就一定要有一個獨立套房，還要有衛浴設備，然後可以沖洗這樣。像我們這個燙睫毛是1顆星，除毛是2顆星，美睫呢難度剛好是中等的，它紋法就我覺得跟做睫毛是差不多的。如果你要說哪一個比較難，我覺得有可能美睫比較難哦。為什麼？美睫其實在做不難，但是它難在它要需要很多的眼力。如果你稍微对不到焦的時候，你真的会看不見那一根毛在哪。如果那個客人的毛特別小，但是紋法就是白白的啊，你就是把它做好做滿這樣哈。那我們做的密度越密集，效果就會越好。紋法基本上不太會失敗，因為它都是藏在我們的頭皮、藏在我們的頭髮之間。基本上你有做，它就會有一點點效果；你有做，它就会再多一點效果。你做的越多，效果只会一直加分上去。基本上没有失敗的問題。眉毛就會有，因為眉毛你有可能兩邊做不對稱，所以紋法是完全沒有形狀的問題，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操作。只要你耐心、細心，慢慢做，好好做，每一下都是穩定的輸出，不要有的大力，有的小力，基本上你就會做出好看的作品。只是它很需要時間，需要耐力這樣。好，再來，什麼人是適合做的呢？多了哦，只要頭髮上面有洞，只要他覺得他髮量少，那如果假設是雄性禿，這個我們要講一下。如果他是中間地中海禿，他想要這邊有效果的話，是這樣，就是他可能就是要像我們剛剛那張图有沒有？我們剛剛前面這張图，這樣，他可能要把他下面這邊的頭髮剃掉，這樣我們整個頭在做才會好看。那如果他只做上面，他這邊頭髮保留，就會是假的真的這樣混在一起，而且是2個區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可能不那麼好看。那我個人是這樣就是这個如果假設他是上面都還有頭髮，只是髮量都還有，只是他稍微有點禿的，那個就很適合做。如果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在頭皮上會長斑，這樣，那個也是可以，就是可以稍微幫他修飾一下的，這些是可以的然後再來就是有些人他有疤痕性的脫髮。可能就是比較多會看到的就是有疤痕的，是例如說他可能有外傷，或者是他有做過植髮，那他去取這個後腦勺，然後就留下一些疤痕，那些疤痕都已經可能沒有毛囊了，那就是變得有點像皮膚的增生這樣，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我們的技術幫他上一點顏色，讓他看起來不會那麼的白，這樣好，所以還有再來就是這個就最多人了希望髮際線會改善的。你知道我們只要年紀越來越大，我們的髮際線就一直往上升。好，那什麼人不適合做呢？如果有些人對色素會過敏的但是其實我個人覺得，以我操作這麼久我比較少遇到有人会過敏的。因為我們真的是很微的創，那我們這個技術呢也不需要上麻藥，所以因為是非常的微創，它也不太會疼痛，然後所以我個人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嚴重的這個過敏現象會發生如果假設他的頭頂上有一些病變的，那就不行。例如說有一些斑癬那些斑，如果斑它是固定的是沒有關係，但是比較怕它那個是會有脫屑的那一種斑那種就不行那種就是表示它，例如說像濕疹這種、牛皮癬這種就是它是有一些疾病的，它還沒有好。那我們剛剛講到可以做的是，它只是一個胎記的那一種那不一樣再來疤痕體質的人呢，他是這邊的疤痕體質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疤痕是不一樣的就是我們剛剛上面所提到的這個疤痕，這邊稍微留意一下，我們這邊講的疤痕是它是做了植髮，然後那個地方呢已經沒有毛囊的那個疤痕，那不是說它有蟹足腫體質，但是底下這個疤痕體質是指它如果有蟹足腫體質，它會增生它的這條整條做的地方會腫起來的，這種人就不行。好，這2個有稍微不太一樣好，再來過度期望。過度期望的人是不可以做的，因為他會覺得是不是做完之後就像一頂假髮在上面。我們是平面的，不是立體的這邊要特別強調一下，我們這個紋法的話，它也是屬於是半永久的一個項目，但是它的色料大概可以長達3到5年，它会慢慢的淡掉，所以它的时间是效果是比较久的。原因其實比較簡單，就是它是一個高濃度的黑，就是比較偏向黑灰深咖啡的一個色系，所以它的時間可以稍微拉久一點。那這邊是我們的工具大家可以看一下，會有色料色料在這邊如果2瓶的話，我覺得可能就是30到50人因為其實我們在用色料是非常省的然後會有針具，我們配了2盒針這一盒呢大概就是20支，那2盒就是40支，那就是40個人，1個人用1支針這樣好，這是我們的機器，這是我們假人頭假皮。那我們第一天呢會先用假皮做練習會把這個機器我們要去練我们的穩定度。再來呢，我們會第2天我們會用假人頭來做練習。那第3天呢，我們就會直接找一個真人來練習。通常通過3天之後，你大概就知道它其實不難上手，
回家呢，如果你真的不會，你頂多再來複訓一次。我覺得應該沒有人是學不會，大家都是開心的上完課，然後開心的拿着複訓箱回家。偶爾有些小問題的時候會傳簡訊問我一下，其實它不難掌握啊。當然，如果你很擔心，那你也可以回來複訓，我們是提供1年免費複訓。好，那再來就是一些這個是文秀同意書哈，然後我們的課本、工具箱需要用的一些清潔的東西，還有包材。那我們網頁上面也寫的蠻詳細的，就是網頁上寫什麼，你今天等下你剛剛點材料的時候就是有什麼哈，我們都是就是一清二楚這樣。好，那基本上我們現在呢是使用這個電流儀在做這個頭皮，好，我們不会使用文秀機，因為文秀機它不支援低頻，好，我們做的話要使用低頻，文秀機的低頻呢它是沒有辦法達到穩定輸出。所以一定要使用電流儀。那再來電流儀呢，我們也不能用像文秀機的那個模式是連續出針的模式，我們必須要使用脈衝點刺模式。所以這邊就是有很多文秀的同學會覺得，哎，這樣看起來好像很簡單，我自己在家裡也可以做。不好意思，你做不會上色，因為我做才會上色，因為東西不一樣，用的模式不一樣，用的方法不一樣，色料也不一樣。你用文秀的那一套是不一定可以上色，而且就算上色也有可能很容易就糊掉。好，那我們脈冲點刺的低頻，它是獨立，然後很專注的一下打一下就進去了，所以它的那個一下，但是又要低頻。有的人會使用高頻，那就會比較糟糕一點，因為那有可能會有暈色的問題。好，講到這裡可能好像有點懂又不太懂，沒關係，我們晚一點就會知道了哈，就稍微講一下。那再來呢，我們的這個比文秀機的馬力還來得更穩定更強。好，你要做到以下這幾點，就是要它的那個穩定性的強。所以呢，電流儀會比文秀機還來得貴一點點，就是這樣。好，這個沒有為什麼，就是品質問題哈。這樣，好，再來，我們現在使用的這一台是無線。好，無線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在做包機包材的時候呢，它衛生上面是比較安全的啊。然後再來就是在操作的時候不會有電線在那邊干擾。那現在的機器都很厲害了，無線又可以做到有力。這台機器真的很棒，就是你充飽電之後，它可以成功做5到8小時。你不用擔心你這個頭做不完，你看你要做幾小時都可以哈。那我們的機器跟我們的色料是哪裡的？我們的這個品牌它是 Biomason 哈，我们在這邊沒有特別介紹，但是我要講的是，我大部分都是使用 Biomason 的這個機器和色料。基本上這個品牌呢，它是在2003年哈美國舊金山成立的一個就是品牌這樣，所以呢這邊可以回答同學的問題，色料和機器也都是美國的，你也可以大方的告訴你的客人哈，你也可以把這個拍下來給你的客人看，整個文秀的它從色料到針具到這個機器到電源都有相關的認證，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我們用的東西都是找得到廠商，如果出了問題都有人會負責的，你就可以安全使用。但是比較多人會在淘寶上面、蝦皮上面隨便買。我個人是建議說，你可以買，但是我覺得，如果假設我們今天是初學者，或是我比較不知道材料用起來會有哪些差別，那我建議你還是先選擇有商譽的店家的東西，這樣你才可以確保第一時間是確認說，到底是儀器有問題，還是我的技術操作有問題。否則新手同學其實沒有辦法辨別，有時候他在做一樣的技術，老師教他的技術，他換的機器是做不出來的。就像我剛剛講的，文秀機是做不出電流儀的東西。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文法哈。第一個呢，文法因為區域不同，所以大小也會不一樣。所以如果你收到客戶之後，你要先評估，請他拍照評估一下，例如他頭頂，或是要他兩邊，或是要整個頭啊，這些都要先評估一下大小、區域和價位。這樣好啊，晚一點我會教你們，我們有非常多的圖，我會教你們怎麼去看說這樣的範圍。大概要多少錢？好，等一下也會有一個初步的。那再來要寫同意書，劃分區域，然後我們的機器要去消毒，還有前置的作業，這些都要做好，不會太困難哈。然後要隔離包材，就是我們儀器操作的時候我們要隔離，就是有包起來，這樣比較衛生安全。然後操作之後呢，我們整體操作的這前面都很簡單，都很快，大概10到15分鐘就可以做完了哈。應該不會太久，因為我們也不需要掃麻藥，所以根本不會有太多的等待時間。基本上客人來，你就可以開始做這些，很快就可以開始進行操作了。只是說我們在操作的時候時間會比较久一點點，因為我們就是慢工出細活的一個工哈。再來清潔與修復哈，那同學是不是會問說，那回家客人要怎麼照顧？基本上我們這是很微創的東西，所以呢，他回家呢可以洗頭，但是就是要輕輕的使用指腹哈，隔天再洗，這樣哈，就是他今天做完，隔天再洗頭，早上起來就可以洗。他洗的時候是輕輕的用指腹稍微輕輕的按壓就好。請問你看這個男生這樣的人多不多？拔機線很高啊，好，对不對？幫他做一下，這個單次操作大概15000到2萬之間，時間大概3小時。那你覺得會不會有失敗的問題？你就畫一個區域，這樣這邊點密一點，慢慢點出來，點稀疏一點，這樣啊，把漸層做出來，基本上看起來就有一個視覺效果啊。所以我一直講，我們這個做只會有加分，不會有失敗的樣子，真的不太會哈。女生的頭髮是不是這邊有一點稀疏？你看哦，它就是加分的效果嘛。那這個其實沒有做很多。
因為它本身髮量就多，所以你只要幫它做一點點，基本上它就會有這樣的樣子。我們等一下呢要來進行點點的排列，那並且呢我們要練習出有漸層的點點，點點會透過大小還有排列鬆跟緊的一個排列來去做一個漸層的樣子哈。待會就會一一跟大家做介紹哈，所以不是只是拿起來用力的往上點就好了哦。現在沒有人在這樣做了啦，我們現在是要做好看的哈。好，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趕快去上廁所，待會回來我們就要先練習了哈。好，待會見。感謝你收看我的影片，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留言、訂閱、加分享。你有任何問題的話，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都會用拍影片的方式來回復大家。謝謝大家，拜。